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要讲2本书加一篇论文。第一本书呢是悉尼大学政治学者吉尔梅隆的《民主国家如何输掉小战争》。第二本书是美国学者伊万·阿雷金托夫特的《弱者如何赢得战争》。然后还有一篇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马克的经典论文，标题跟刚才那第一本书非常像，叫做《为什么大国会输掉小战争》。从这些标题你就能够听出来啊，他们瞄准的是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强国，尤其是那些民主强国，为什么经常搞不定实力明显比不上自己的弱国呢？这个主题呢，当然是呼应还在我们眼前上演的一件怪事，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打伊朗打成了这副鸟样子。美国打伊朗，单从军事上来说呢，赢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啊。开战没几天，伊朗90%的大型军舰都被击沉了。他们的防空系统基本上打成了一片空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死于空袭。军事上，美国可以说是赢麻了。但是呢，过去的6月份，万斯带头去签的那个伊斯兰堡备忘录里面却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推动制裁的松绑，并且要求跟地区伙伴制定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然后呢，这回美国开战最关切的那个核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字都没有提，但是提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软。里面只是说伊朗要重申不发展核武器，也要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处理浓缩铀，但是浓缩权、核查和执行机制全部都留给了60天之后的最终谈判。这样一份协议对于美国来说，简直就是丧权辱国啊！可就连这么个协议，不到1个月就崩了。美国现在恢复了封锁和空袭，伊朗也是天天反击。最近这一周事态更是急剧升级。所以说这场仗美国这边打的是极度尴尬，他们赢了几乎所有的战斗，但是却没有换来任何值得说的政治结果。而这样的一件怪事呢，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一点也不怪。过去这60-70年啊，跟更早的时候相比，强国打弱国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了。法国打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打黎巴嫩，美国打越战，打伊拉克。那强国是一次又一次的赢下了几乎每一场战斗，又一次又一次的拿不下整场战争。而且这个趋势就是在2战之后，20世纪中叶开始才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我们今天这3位学者之一的托夫特，他收集了1800年到2003年之间的200场这种不对称冲突的数据。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趋势，那就是19世纪上半叶，强国赢得了88%的这种不对称战争，而到了2战之后呢，强者的胜率跌到了不足一半，弱者竟然反超了。那这是为什么？今天这2本书和一篇论文呢，就是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克的那篇论文呢，解释的是强弱双方为什么在耐力上非常的悬殊。梅隆的那第一本书呢，解释的是民主强国为什么尤其容易在它的后方出问题，而托夫特的那第2本书呢，解释的是弱者是怎么样靠打法错位把强者拖进一个持久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依次讲清这3个框架，最后再用它们来看一看美国为什么在伊朗赢了几乎所有的战斗，却拿不到他们想要的政治结果。那在深入之前呢，我们得先说清楚一个概念啊，那就是今天的这2本书和一篇论文，他们分析的都是小战争。这个小啊，不是说规模小，美国和伊朗的这场冲突规模也不算小了。这个小战争的小呢，指的是一个强国去对付一个远比自己弱的对手的时候，打的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而是一场有选择之战。打不打，打多深，什么时候收手，强国理论上都是可以选的。那今天的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场典型的小战争。如果一场战争对于那个强国来说也是不赢就要死的存亡之战，那今天的这些逻辑就都是不适用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安德鲁·马克的经典论文《为什么大国会输掉小战争》开始讲起。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啊，是任何强国打弱国的这种小战争都有一种结构性的政治脆弱性，那就是强国和弱国的赌注不对称。对于那个弱者来说啊，这样一场战争是存亡之战，输了就是灭顶之灾，就是亡国灭种，至少是那个统治阶层自己就没有了。而对于那个强国来说呢，这只不过是一场有限战争，是一个可以打也可以不打的海外项目。
它可以说是跟这个强国国内的那些什么预算分配啊、社会福利计划呀、下一次选举啊，抢同一个池子里的资源和注意力。所以呢，一旦这种战争进入到某种焦灼状态，那强国坚持打下去的动力和意志力就会锐减。最后呢，弱国赢下小战争，不是他在军事上赢了，而是强国不想打了。而这个赌注的不对称就决定了一切。因为赌注不同，动员能力就完全不同。弱国可以搞全民动员，至少是全统治阶层的动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这场仗到底值不值得这种讨论，不打自己就要没命了。而强国呢，永远只能搞有限动员，政治上他不可能把全部的资源都投进去。比如说，美军在越南最高峰的时候，在战区的士兵人数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0.25%。你现在看各种历史书和越战的电影、电视、纪录片，是不是觉得当时美国已经全国动员了？其实远远没有到。不是美国没有更多的军队啊，而是在政治上，你不可能因为一场不涉及国家存亡的仗就去搞全民动员。然后呢，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赌注不同，道德感受也就完全不同。当国家的存亡不受威胁的时候，人们就更加容易去质疑战争手段的道德正当性。二战的时候，盟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轰炸，一夜之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广岛原子弹还多。但是在英国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抗议。为什么？因为那是存亡之战。在那种条件之下，人们的道德敏感度会急剧降低。但是呢，你看越战，美国在越战里用凝固汽油弹对一个平民村庄进行轰炸，就激起了国内铺天盖地的抗议。这不是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善良，而是因为战争形态完全不一样。马克认为这类小战争实际上是在强国的国外国内两个战场上同时打的，而且这两个战场之间存在一个恶性的联动，前线的局势越僵持，国内的反对就越强烈。但是你如果因为国内的反对而撤军，而对前线进行一个军事减压，那么前线的军事态势就会恶化，你试图解决任何一个矛盾，就会加剧另外一个矛盾。毛泽东和北越的领导人伍元甲其实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在战略上就是把强国的国外国内这两个战场当做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经营的。在他们看来呢，强国国内那些反战的人，无论他们自己的主观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在客观上都是我们的游击队的战略资源。我们把你们拖进游击战，不是要赢，拖本身就是目的，只要拖住你，你就会被你自己国内的反战浪潮击败。基辛格的那句名言，游击队不输就是赢，正规军不赢就是输其实也是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那安德鲁马克的这个经典理论是不是听着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这个理论解释不了趋势。因为强国和弱国的这种赌注不对称，这种利益不对称是一直存在的呀。那为什么强国不是在18、19世纪就开始输，而是在1945年以后才开始大面积的输掉这种小战争呢？事实上，在上世纪中叶之前，那时候是一个更加简单清晰的剧本，那就是只要你实力是强的，那你在战场上、政治上都能赢，非常的简单粗暴。那要解释这种趋势变化，就轮到吉尔梅隆的那本标题非常像的书《民主国家如何输掉小战争》登场了。跟马克的那篇论文相比梅隆的这本书书名里多了一个定语“民主”。作者梅隆说，越来越打不赢这种小战争主要是20世纪中叶之后的民主强国。这是为什么呢？这得从一个跟民主好像没啥关系的关键词开始说起。这个关键词就是残暴。梅隆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件在道德上非常让人不舒服的事情，那就是在这种小战争里残暴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为什么呢？你看强国去打弱国，尤其是去打那种游击战、民兵、地下组织，那他们面对的常常不是一支可以被歼灭的军队，而是一整张社会网络。你打掉了一个据点，他就换一个村庄；你抓了一个联络员，他们就换一条情报线；你封锁了一座城市，他们就钻进难民营里。所以呢，对于那个强国来说，这种战争真正要的是要让那片藏着游击队、护着游击队的整片人口都不敢再支持他们。说白了，强国要打出来的是对方的整个社会网络对你在政治上的服从。那么要最快最省事的逼出这种政治服从，
什么工具是性价比最高的呢？答案就是制造恐怖。你给游击队提供情报，那你们全村连坐；你不给我们提供情报那就酷刑伺候。你敢藏一个武装分子，只要你不交出来，轰炸机就过来地毯式的轰炸。既然敌人藏在人群里，那就让整个人群都不敢藏敌人。既然我们没有办法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捞出每一个武装分子，那我们就把这整片汪洋大海直接煮沸。梅隆在书里引用了一位军事史学家的话说，暴力能够把抵抗恐吓成迅速的屈服，从而省掉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面战。所以呢，越文明代价就越高，越残暴效率就越高。20世纪初，德国和英国在非洲的2场殖民战争就给了这个理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德国在西南非洲对于赫雷罗人选择了一种不加区分的种族灭绝政策，结果用兵不到18000人，赢得非常彻底。而英国在南非的布尔战争里采用了更加文明的克制隔离战略，结果反而投入了45万士兵，花了比德国多10倍的钱，自己死的人还更多。越克制就越昂贵。你可能会说，残暴难道不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吗？但是作者梅隆说，只要残暴越过了某个阈值，对方的恐惧就会压过愤怒，对方可能会变得太害怕，以至于不敢让屈辱和复仇欲主导自己的行为。所以梅隆在《民主国家如何输掉小战争》里下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判断，在小战争里，强国的残暴不但有效，而且是非常划算的。注意他不是说残暴是对的，而是说它是划算的。这是一本非常残酷的经济账。所以梅隆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直到20世纪中叶之前，正是这种不加限制的暴力，保证了军事强国能够把他们的军事优势顺利地转化为政治胜利。历史上弱者挑战强者的故事当然很多，但绝大多数的结局都非常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残暴这么管用，那为什么1945年以后，强国尤其是那些民主强国突然就打不赢这种小战争了呢？我们不要误会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善良了。法国在19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里搞过大规模的酷刑，然后前面也说过，美国在越南往平民村庄扔过凝固汽油弹。真正变化的不是在于强国不残暴了，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藏不住自己的残暴。这是梅隆这本书非常关键的一个洞见。他说，在过去军事强国之所以能够把那种战场优势转换成政治服从，不只是因为他们敢于残暴，还因为他们能够把残暴给藏起来，他们有办法把这种残暴隔绝在本国社会之外。梅隆在这本书里花了很大篇幅讲的，其实就是这套隔离术。过去的那些殖民强国在前线和后方之间其实砌了3堵墙。第一堵墙呢是道德上的墙，强国会开动宣传机器，把那些殖民地的居民叫做野蛮人，把游击队宣传成土匪和一些非法战斗人员。那么只要被打的人不被看成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他们就不是人，那对他们使用极端暴力就不太容易刺痛本国社会。然后呢是第2堵隔离墙，是人员的墙。许多殖民战争是靠当地部队，靠外籍军团，靠那些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或者是去靠那些在政治上最没有发言权的底层阶层的士兵去打。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子弟反而经常能够躲开这些最危险的差事。于是呢，前线死的是谁，杀人的是谁，都跟国内最有能力制造政治压力的那群人隔着一道墙。然后呢是第3堵墙，信息传播上的墙。战争远在海外，消息是可以审查的。以前像是广播这类通讯手段又常常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20世纪中叶以前呢，那些能够持续的追踪战争、组织反对意见的受教育群体人数还非常少。那时候国家的教育又不断的用民族主义把大多数人跟国家绑定在一起，所以呢，以前偶尔也有前线的暴行传回到国内，也会成为丑闻。但通常威力都不够大，通常都不足以让政府输掉战争。而后面真正发生的转折，就是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刚才说的这3堵隔离墙同时都变薄了。先是2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理解战争的方式。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战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带着一种浪漫的光环的，但是1战打得实在是太惨了，这个浪漫的光环被彻底的剥掉了。
然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的暴行又让那种什么种族的优劣、殖民征服，还有那种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观点变得越来越难以公开辩护。民族自觉、人权、战争罪这些观念逐渐的扩散开来，殖民地的人也开始被这些强国纳入到同一套道德标准里。与此同时呢，这些强国国内的选举权扩大了，中高等教育大范围的普及，报刊和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受过教育、能够持续关注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就不再只是沙龙里的一小撮人了，而是成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关键的是，它足以去争夺舆论的议程了。他们甚至都不必占据社会的多数，只要他们能够决定大家在讨论什么，那他们就能够让政府没有办法绕开他们的意见。而中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们恰恰最善于这个。然后最后一点最要命的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大幅扩张，在前线打仗的那些士兵也越来越躲不开这种政治声量非常大的中产家庭出来的年轻人了。于是呢，你看上前线的士兵、士兵的家人、写报道的记者、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来自于同一个社会网络了。那么可想而知啊，士兵的一封信件、一封电报就能够把前线的酷刑和屠杀直接带回国内。那些隔离墙可以说直接被打通了，国家就很难再垄断信息，也很难把军队和社会彻底分开了。于是呢，梅隆就对马克那个理论做了一个大幅深化。他不是简单的只说民主国家意志比较弱，而是指出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在这些民主强国里，出人打仗的、判断这场战争对不对的，然后又有能力影响政策的，越来越是同一批人。这个才是关键。小战争的那种残暴一旦被他们看见，那它就会从一种海外的军事手段变成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且呢，政府在这里会掉进一个怎么样选都很难受的跷跷板。如果你想少死自己人，就得加大火力，结果当地平民死的可能就更多，那国内的道德反对就会上升。如果政府想反过来打得文明一点，那就得让自己的士兵冒更多的风险，那国内又会追问，凭什么让我们的孩子死在那里？如果国内的舆论是单靠前面的那种道德愤怒，那反战的力量可能永远都只是那些对道德非常敏感的少数而已。那如果是单靠后面的这个怕死人呢？那政府又可以用更加猛烈的火力来压低自己这边的伤亡。可是当这两种反对合在一起，那政府就很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了。然后呢，如果政府为了继续打仗，再去隐瞒真相、查封媒体、打压反对的声音，那事情就会进一步升级。那国内的争议就不再只是争这场仗应不应该打，而是会变成这场战争正在摧毁我们的民主。那到了这一步，政府就只剩下两条路了，要么就干脆输掉战争，要么就是为了赢下这场战争，先把自己的民主给输掉。那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你怎么选都是输了。所以呢，民主国家并不是在二战之后突然变得善良了，而是他们再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把前线的残暴与本国的社会相互隔离开。书里举的两个例子在这方面特别典型。法国上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和以色列80年代打的黎巴嫩战争。法国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打了8年，转折点是发生在1956年。那一年因为战争规模的扩大，法国不得不大幅的扩大驻军，驻阿法军很快就增加到了40万人。于是呢，这场战争就从一场报纸上的战争变成了几十万法国家庭自己的战争。然后到了1957年的阿尔及尔之战，法军依靠酷刑、秘密处决和集体惩罚，成功摧毁了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在首都的地下组织。这场战役在军事上是极其成功的，它完美的印证了梅隆那个残暴非常有效的理论。但是呢，上一年招募来的那些大批的义务兵和预备役也把这些暴行的消息带回了法国。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在二战之后已经大规模的壮大了。于是他们就不断的追问，如果是要靠酷刑才能够保住阿尔及利亚，那我们法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而政府的反应是镇压，他们查封出版物，压制那些反战的声音，结果这就让战争的争议升级成了前面说过的民主危机。最后法国只好撤军，阿尔及利亚就这样独立了。1982年的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也是类似的过程。那场战争一开始是得到以色列社会的广泛支持的，
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目标的扩大，伤亡的增加，尤其是后来以色列的代理人制造的2起难民营大屠杀被曝光，以色列国内的反弹迅速爆发，国防部长沙龙也被迫下台。以色列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几乎没有隔离墙，它是全民皆兵嘛，一打稍微大一点的战争，那几乎就是大量的普通家庭直接卷入战争，而它的军队、媒体、大学、政界又是高度交错的。所以呢，前线的伤亡和暴行很快就会进入国内讨论，然后迅速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逼迫他转向。当然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样一套逻辑只是适用于这种小战争的。如果一场战争被认定为关系国家存亡，那这些强国社会对于伤亡和暴力的容忍度就会高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对于过去这几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战争表现出的容忍度是远远超过书里列举的这场黎巴嫩战争的。而且梅隆在这2个案例里还修正了马克那个理论的一个假设。马克说弱国之所以能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更有决心嘛。但其实现实是，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内部派系林立，黎巴嫩内部也是教派撕裂。这2个弱者都没有表现出那种铁板一块的团结，他们全是一盘散沙，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赢了。所以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弱者有没有更强的决心，更关键的可能是对面的民主强国自己先在国内失去了继续战争的能力。梅隆关注的是民主国家的内部政治，而最后登场的托夫特的书《弱者如何赢得战争》给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他说答案不在后方，而在前线的战场上。他这个理论呢，我一说可能很多观众就会觉得很耳熟，所以我简单讲一下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于强国为什么打不赢小战争这个问题托夫特的答案是打法错位。他是把战争的策略分成了2类，第一类叫做直接途径。直接途径简单来说就是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打正规的战役，我们明刀明枪正面硬刚。而第2类策略呢，叫做间接途径，也就是绕开正面战场。那对于强者来说呢，就是战争的野蛮化，就是系统性的针对平民施暴来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也就是梅隆说的以前的强国最爱干的事。而对于弱者来说呢，间接途径那就是打游击战就是化整为零，藏在人民中间，打了就跑，用时间换空间。而这本书里的核心结论是，如果强弱双方用的是同一类打法，要么是正规军打正规军，要么是强者的野蛮化对上对方的游击战，那他们就相当于是在同一个棋盘上按照同样的规则来下棋。那在这种情况下，强者是碾压的。但是呢，如果一方用的是直接途径，另外一方用的是间接途径，那就变成了你下你的围棋，我下我的五子棋。那强者的力量优势往往就没有了兑现的渠道，那战争就非常容易被拖成持久战，而时间会站在弱者那边。而之所以2战之后强者的胜率骤降就是因为打法错位是在2战之后突然变成了常态的。托夫特说，这是因为强国和弱国各自模仿了不同的成功模板。2战之后的西方强国都在不约而同地模仿2战时候的闪电战，就是大规模的装甲军团、制空权、联合兵种，这其实是在欧洲平原上打大战的最优解。而那些第三世界的弱者呢，从阿尔及利亚到越南到古巴到阿富汗，他们全在非常整齐划一地模仿同一个人，你肯定猜到了，就是毛泽东他们非常整齐地在模仿毛泽东的游击战。于是呢，强国越来越擅长正面硬刚，弱国越来越擅长游击消耗，这2套模式系统性的撞在一起，那不就是打法错位吗？不就是直接对上了间接吗？于是弱者的胜率就飙升了。那说到这里，我想很多观众大概都已经忍不住笑了。托夫特这套理论不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吗？不就是敌强我弱，避其锐气，持久消耗，以时间换空间吗？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写明白了的事情，西方学者花了半个世纪的数据和模型分析重新推导了一遍。恭喜西方学界重新发明了轮子。当然托夫特的贡献在于他是用200场战争的统计把这样一套直觉变成了可以检验的理论，但他的核心洞见确实是毛泽东早就讲透了的。
那到这里我们说完的这3个理论其实是相互补充的。最开始的马克他解释的是强国为什么更容易失去耐心，梅隆解释的是这种耐心为什么尤其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内部特别容易被消耗掉，而托夫特解释的是弱者是怎么样靠打法错位延长战争，把前面2种脆弱性一步步放大的。好，理论讲完了，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件事，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样用这3个理论来理解当前的这一场美伊战争。我们先来看马克的那个赌注不对等，这一点简直再清楚不过。对于伊朗的神权政府和革命卫队来说，这场战争是存亡之战。你的最高领袖被炸死了，你的海军被消灭了，你的防空系统被打穿了，再退一步就是政权瓦解。在这种条件之下，伊朗政府愿意承受的痛苦几乎是没有上限的。而对于美国呢，伊朗从来都没有能力入侵美国本土，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有选择之战。只要伊朗不投降，只要他的抵抗力量还在消耗美国的军力和资源，时间就站在伊朗那边。然后我们再来看托夫特的打法错位那套理论。美国对伊朗开战走的就是经典的直接途径，空袭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精确打击指挥中心和那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海上封锁切断对方的补给。在正面战场上，美军是势如破竹，这完全符合同类打法下强者碾压弱者的这个预期。但问题是，伊朗真正的抵抗力量根本就不在这些地方，他是把这场仗打成了一场没有正面战场的仗。他可以指挥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从黎巴嫩到红海到波斯湾同时点火。他可以用成百上千的弹道导弹和自杀无人机砸向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国家的城市，再加上他现在又能够死死地掐住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这就是经典的打法错位嘛。只不过伊朗下的已经不是以前那种躲在丛林里打游击战的那种经典五子棋了，而是他的21世纪的版本，是代理人、无人机、海峡布雷、分散放血，用不断外溢的成本把你给拖住。你的 F-35和航母战斗群的确很厉害，可是他们其实根本打不掉一个就是不跟你正面决战的对手。然后我们最后来看梅隆，按照他那套隔离墙的逻辑，这场美伊战争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美国已经被国内的反战浪潮给逼退了，而是他从一开始就在竭力避免让这种浪潮有机会形成。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派地面军队来大举进攻伊朗、占领城市、打治安战的准备，不是有犹豫，而是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自觉的隔离术。我尽量用空军、海军、导弹和远程精确打击来解决问题。我绝不去搞什么全民动员，我绝不大量征召预备役，我绝不让几十万美国家庭同一场长期的占领绑定在一起。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教会了美国政府，只要大量的地面部队进去，那么前线的伤亡、对平民的暴力就会顺着同一张社会网络流回到国内。但这种打法还是无法解开梅隆说的那个死结。封锁可以制造对方的痛苦，但你很难控制人口、占领城市、重建秩序，你更难逼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终局。于是呢，梅隆的那个机制在这里就不是事后爆发，而是事前就锁死了选项。美国为了让战争同本国社会保持距离，主动放弃了那些最可能让他陷入国内的政治危机，同时也最可能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控制的手段。美国不是不知道占领和治理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而是知道一旦走到那一步，那前线和后方之间的隔离墙就会崩塌。所以呢，美国虽然没有迈进地面战的陷阱，却又回到了空袭、封锁、报复的这种循环。它只能在不足以逼出对方的投降和无法承受全面升级之间来回摆动。可以说，川普的 Taco 不是他的个性使然，而是今天所有民主强国的一种宿命。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涉及的书籍和论文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